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也就是福克兰群岛发生主权争夺的海战。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为什么在暂时内阁商议之后，决定下令英国的核子动力潜舰将阿根廷海军的航空母舰5月25日号列为第一打击目标？其原因在于英国海军万里长征倾巢而出，它的舰队规模当然是强过阿根廷海军，但是阿根廷海军也有相当的战力，特别是英国海军是否能掌握福克兰群岛周围的制空权，这是整个战役能不能成功的唯一关键，没有之二。而在这个同时呢，阿根廷的海军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一艘5月25日号航空母舰，它虽然是一艘老旧的总排水量才接近2万吨的所谓轻航空母舰，但是它有一具蒸汽弹射器，可以将不定义的战机弹射升空。它搭载的美国制的 A4 天鹰攻击机，能够携载足够的弹量和油量，对英国远征的舰队构成相当可观的威胁。特别是英国2艘航空母舰就是整个远征舰队的核心战力，可想而知，阿根廷海军也把主力的打击目标指向这2艘航空母舰。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英国的2艘航空母舰有1艘损失退出战斗序列的话，这个福克兰群岛战役的结果可能就会改观。如果2艘航空母舰都退出战斗序列，没有办法担任远征舰队的核心的时候，这场战役可以说就必输无疑。有几个难题，它虽然有2艘航空母舰，可是这2艘航空母舰也不是大型的航空母舰，而且它操作的舰载机是垂直短场起降的 Harrier，也就是所谓皇室。这种飞机优点是可以垂直或短场起降，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航程非常短，而它担任航空母舰平位任务的时候，它大约就在距离航空母舰100海里外的地方建立起防空平位。那如果是要它担任对海或对陆地打击的任务，它的作战半径大约只有250海里。相较之下，阿根廷海军如果用5月25日航空母舰搭载 A4 天鹰式攻击机，搭载炸弹，从航空母舰起飞，其作战半径大约是500海里以上，远远超出英国海军 Harrier 战机。简单的说，就是阿根廷的 A4 攻击机可以够得到英国的航空母舰，可是英国航空母舰的 Harrier 战机作战半径就没有办法够得到阿根廷的航空母舰。这中间有一个令人扼腕、令人遗憾的事情。4月底5月初的时候，阿根廷海军的侦察机曾经掌握到英国特遣航空母舰的位置。5月25日号航空母舰已经准备要出动 A4 天鹰攻击机，没想到5月25日号航空母舰转向逆风航向，以全速前进的时候，海上的风速太低，就算航空母舰以全速逆风而行，也没有办法让满油满弹的 A4 攻击机起飞，因而错失了这场战役唯一一次攻击英国航空母舰的机会。历史不能重来，假设这次能够成功的起飞，执行这套攻击英国航空母舰的任务，说不定能够对英国航空母舰造成相当的损害，那结果就可能改观了。不过阿根廷军政府也相当清楚，他的海军实力毕竟不如英国整个皇家海军倾巢而出的总体战力，所以呢，他们对于出海迎击英国的特遣舰队也是相当迟疑的。可是这种事又不能明白的说出来，因为这个对民心士气是有严重的打击，在政治上也有不利的影响。但是他又不能不出去，因为你军舰的行动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所以4月底的时候，轻巡洋舰贝尔格兰诺将军号率领的小型的编队航向福克兰群岛的南方。可是阿根廷这艘轻巡洋舰当时没有执行严格的战备状态，甚至于它的水密舱门都没有好好的关起来。事实上，它很快就被
英国海军的核子动力潜舰掌握。征服者号潜舰马上将这个讯息传回英国，请示是否能够攻击这艘阿根廷的轻巡洋舰。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和战时内阁决定将贝尔格兰诺将军号击沉。阿根廷海军意识到他们的海军力量实在难以与英国特遣舰队匹敌，所以决定将所有的军舰召回到沿岸的潜水地带或是回港，从此必不出战。包括5月25日号航空母舰也是。就这点而言，阿根廷的人民对于阿国海军非常的不谅解。好在阿国海军航空队的 A4 天鹰攻击机，还有法国造的超级军旗攻击机，一到陆地机场为基地之后，能够无惧生死，英勇的出击，对于英国海军造成重大的伤害。譬如说，天鹰式攻击机穿梭在英国海军的枪林弹雨之中，低空投下传统炸弹，不但击伤，也击沉了数艘英国海军的现代军舰。而超级军旗攻击机更是创下了划时代的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战例，也就是运用法国造的飞鱼反舰飞弹偷袭了英国的舰队，将英国当时最先进的雪菲尔号驱逐舰击沉。阿根廷海军航空队英勇的表现总算为阿根廷海军扳回一些颜面，事实上也是阿根廷战败之后唯一拿得出像样的战绩，还有让人家觉得虽败犹荣的地方，就是阿根廷空军和阿根廷海军航空队的表现。